我在来之前，我的哥伦比亚朋友听到我要去危地马拉，都说鬼来的母去，我说危地马拉非常危险。我天哪，哥伦比亚人都说危地马拉危险，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了。这一碗这个玉米汤是10块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算我多钱了。就是没有味道的黑芝麻糊。从那个市集那边出来之后，往下走，看到很多这个彩色的房子，我就说哦，怎么这么漂亮哦？我一看地图，惊了个呆，它竟然是墓地。什么这么惨墓地？必须要看一看啊！咱们走起。在地图上看到了一个文化交流协会，你看这地图包带到哪里来了？来到别人村子里家里面来了。同志们，5点半带你看夕阳西下的火山。哎，给bonito。同志们，来危地马拉了！我现在在一个叫做七世小镇上，现在早上8点半，大部分的店都还是关着的呢。哦，好冷啊！看迎面走来一个玛雅女士。我来这边呢，主要原因就是来参加这一个整个中美洲最大、最古老的玛雅赶集玛雅市集，因为今天周日哈，差不多周4跟周日才有的，非常大。周边的人就会来这边卖东西啊、买东西啊，有一些什么当地传统的手工包啊。看一下我今天 OTD。毛衣、外套、牛仔裤，在哥伦比亚买的瓦 U 的包，我终于背上了。虽然冷，但是这里只要是在阳光底下，只要你的皮肤晒到太阳，哇就热了；但只要是在阴影底下就冷了。现在刚刚开始了这个市集，开始摆起来了。他们，你看，非常多花纹，都是手工的。但是因为这边也不是说完全与世隔绝，也有很多游客来的，所以呢，这边也有很多玛雅人，他们英语说的特别溜，然后跟你开的价格都是直接说 dollar。也不是跟你说当地的价格了，然后很多也不是手工做的，就是那种机器做的，所以你们要自己分辨一下，价格不太贵的话就可以拿下，反正是买一个特色，买一个纪念嘛。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说，有点像云南，怎么回事？就是他们传统服装，因为他们玛雅的话也是有分各个那个族群跟类似于部落或村寨的吧，并不是所有玛雅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花纹不一样，跟那个款式不一样，代表他们来自的不同的地区。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这应该就是自己做的。¿Esa cuánto cuesta la camiseta? 6.50. 6.50. Sí. Ah. Es que es mucho trabajo, de otro lado también. Sí. Ajá. ¿Qué materia es? ¿Ese es de lana? Sí, son algodón. Algodón. Ah, Sí, bueno. son un color. Pájaros. Sí, quetzal guatemala. Qué bonito. A la gente le gusta mucho así. 这个其实就像是一块布，然后下面就盖上的。Es tejido a mano. 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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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sé. Gracias. 只是棉的就要650，是不是挺贵的？而且我要走了，还问我说多少钱你要，这不就是典型的？哦，这个包好好看，看这个彩色好好看。不过在这里算钱好处就是因为它这个当地危地马拉钱跟人民币差不多是1比1、1比1.2这样，所以他说多少钱基本就是人民币的价格。先来吃个早饭，坐在摊位喝了一个这个玉米做的这个汁，这个汤哦好烫，然后配一个这个小饼，然后我带上了我自己的干粮啊，小面包1枚。这一碗这个玉米汤是10块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算我多钱了，因为我刚刚说多少钱，他想了一下，yes， 多少钱还要想一下吗？就是没有味道的黑芝麻糊。我就知道价格不对，我问了我对面吃饭的那个玛雅姐姐，我说你花了多少钱？她说她花7块，所以我刚付钱的时候给了她10块，她不打算找我钱，我说这不是7块吗？我说觉得多花了3块钱很了不起，是说不喜欢这种不一样对待的这种感觉，你懂吗？特别讨厌这种。我前2天从机场过来，不是先到安提瓜拼了个车吗？那路上那个司机，我就问他关于这玛雅人的生活，因为在危地马拉这边玛雅人占了比例差不多将近快1半了，40多挺多的了人口。司机他不是玛雅人，他说玛雅人这边大部分这是在抢什么？卖衣服。他说玛雅人在这边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生活都挺好的，因为玛雅人基本都做生意，然后他们卖的东西游客也很喜欢，而且他们卖的东西很贵啊，因为只要打了什么手工艺品的标签就卖的很贵了。然后那些白人、欧洲人、美国人、加拿大人看了手工买。你看这边不管天气多冷，你看我穿的是毛衣跟长袖跟牛仔裤，但他们穿的就是一个到小腿或者膝盖的一个长裙，里面也没有穿丝袜。就一年四季穿这个，关键是一年四季穿个凉鞋，就穿个凉鞋就太牛了。我今天来的市集是有任务的，我要买一个地毯，因为这些像这些包包啊、手工艺品，还有那个桌布啊，我感觉回家实用性不太大，而且有点过于花哨，而且我感觉跟云南的很像。所以我要买一个特别玛雅的一个地毯，这个就是他们穿的衣服，这个中间有一个洞，他们就是洞就是把头伸过去，然后旁边2边就是肩膀。你看，现在这就是一只鸟。
哇，小彩旗，迎风飘舞，好漂亮！这边人真的很多，虽然这边不会很危险啊，就那种什么抢东西，但是小偷应该是有的。我在来之前，我的哥伦比亚朋友听到我要去危地马拉，都说鬼来的母球，说危地马拉非常危险。我天哪，哥伦比亚人都说危地马拉危险，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了。你看，就是他们的传统衣服，这个应该就是不同的。我现在稍微能够看出来一点区别了，因为你看，比如说它这个装饰跟这个腰带，还有这一个主要颜色跟这裙子是，虽然都是玛雅，但是不一样的村落。我看中了一个这个，它是放桌布的，但我觉得挂在墙上也蛮好看的。Eso que significa es símbolo, pero qué material es? Algodón puro. 这个还蛮可爱的，你看，这个是玛雅人民站在地球上，这个蛮可爱，就那种地球一家亲啊。Este es Pirámide. 金字塔。我已经到了这个教堂，这个就是主地方，快看，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中心广场了，就是这个教堂，然后这个市集就是围绕这个教堂为展开的。我看看爷爷的衣服，你看他衣服，哦，好精美呀、这个爷爷。这对面卖了好多这个面具，这些面具真的就是手工绘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那画的痕迹，而且每个都不一样。但是这种东西，好啦，非常的好看。我每次旅行的时候，我到国外看到这种面具啊，特别是有那种宗教意义的，我特别想带回家。但是这种面具你懂吧？太占地了，根本就不好带呀。你们会买吗？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你看上面那个比较黑一点啊，这个就是之前的，是真的是之前他们人跳舞用的。然后下面这个彩色就是现代化的，就是比较好看的装饰品了。哇，那上面那个真的很有意义耶！像这种历史遗迹大国肯定是会有卖这种古老这种东西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咱们就是说，如果便宜的话，就买一个特色，买一个纪念品。因为如果真的是真的话，这么多人都已经逃光了吧，真的蛮有特色的，可以当一个项链戴。看，哇！发现了一个卖全部羊毛制品的摊，这边很多地毯我看中了，而且我刚买了一块，到时候回头给你们开那个我的拉美购物分享。然后看到这个斗篷，是不是很好看？这个斗篷，看看，哇，好帅，好暖和啊！有点过于宽大了，但是非常暖和，而且这种搭配呢，你下面就穿一个那种裤子或一个半裙也可以，挺不错 ，I like。发现了一个小包，这个是可以斜挎的。算了，我忍不住，我还是先给你看一下，回去到时候购物分享再分享一次。我刚买的是这一个，好不好看？这是玛雅这个男人，它真的是羊毛做，就是一股羊味，就跟我那个阿拉瓦克斯包味道怎么一样？现在怎么带回国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还记得上一次我在伊朗买3块地糖是直接手拎回去的。从那个市集那边出来之后，往下走，看到很多这个彩色的房子，我就说哦，怎么这么漂亮哦？我一看地图，惊了个呆，它竟然是墓地。什么这么惨？墓地必须要看一看啊！咱们走起，山上下来就直接是这个墓园了，好像没有那个大门，也没有守墓人哎。哦，就这么进来了。Hello， 同志们，爱来自中国，好漂亮的房子啊！而且他们建的跟就真的是房子一样，房子，你看，有窗户，有屋檐，还有钢筋水泥，还有承重墙。那边有一个母恰恰，在纪念他的去世的亲朋好友们。对于玛雅人来说，哇，这好吗？壮观！对于玛雅人来说，这个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这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呢，他们会拿颜色来装点，来代表意义。比如说，红色代表的是血液，代表希望；黄色代表是太阳，而绿色跟蓝色代表是水、自然。那还有白色代表就是宁静咯。所以你看，这边就是代表了这么多意义。然后他们也像墨西哥亡灵节一样，这边也会庆祝那个亡灵节的。但是这边知道人比较少，因为可能这边的话人比较少吧，所以下一次如果你想去墨西哥，发现人太多了，哎，可以来危地马拉。中午来吃个饭，这是他们的类似于食堂嘛，就大排档。对面呢就是玛雅的壁画啦，展示玛雅之前的生活。吃饭喽，同志们，看我吃的，炸鸡加鸡汤加牛油果加米饭，不错吧？在危地马拉旅行的话，基本就是安提瓜爬火山，在这个湖，然后顶多去上面看一下那个森林，看一下那个玛雅遗迹，基本危地马拉就可以结束了。很多人会在那边待很久，或者在那边学西班牙语，因为危地马拉这边学西班牙，整个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我之前打算这边学的，真的疫情来我就在咨询了。Anyway， 我现在到了湖边了，哎，湖在哪里呢？这是一个总站哈，湖就在我的那个右边。
我现在下车了之后，现在就走站，你可以再考虑在这个小镇上先住一晚，或者是你可以从那边直接坐车去到附近的别的村庄，因为整个湖周边都会有很多那个村庄嘛。所以呢，现在我刚睡醒，现在先找个咖啡店喝一些东西，然后再 figure out 一下我今晚要住哪里，还什么都没定呢。但是这里给我一种非常泰国的感觉，这种 colorful 的这种衣服啊，还有这种电线杆子，还有路上飘着的这种味道，还有这些满街的白人。哎呀，人真太多了，我决定咖啡也不喝了，我直接就走了，到码头了。我想要坐个船去到叫做都斯曼，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村。然后我这边门口不是售票的吗？他刚问我说要去哪里，因为这边有比较有名的是那种游客地方，什么San Marque、San Juan之类的。我说我要去图镇，他说你确定吗？那边很危险的。我说危险，我怎么还能找到他的信息？他就说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小，你们村子里面的人都认识对方，他在那边要是把你抢了，你也不能说什么。interesting， 咱们出发。这个水还挺清的，还有几只小鸭子。最后呢，这个船上遇到了一些老外，刚问了一下他们要去哪里，没有一个人去我那个地方，所以呢，我决定改变我的策略，还是去San Marco好了。看火山，火山1号与火山2号。下船了，这个太颠了哦！一只好大无毛狗，这不是墨西哥的狗吗？怎么来到这了？这应该是一个那种挺修行、冥想、瑜伽、疗愈的地方。你看这些画，这些元素，挺不错。这边应该挺 chill 的。然后这边很多那个西班牙语学校，我先看看好不好玩。如果不错的话，下次你来危地马拉，你想学西班牙语，你就可以来这边。不然的话，在安提瓜那边学西班牙语的话，就是一个火山。但这边的话，有火山还有湖哦。在这个海豹工作坊上也有很多关于各种的活动，比如说你看 ，Voice Therapy、Community Day、Share Your Magic。就是可以各种学习、各种修行、各种的体验。同志们5点半带你看夕阳西下的火山。哎，给bonito。uy, qué romántico。早上起来拥抱太阳，满满正能量，看火山，给他 say hi， 嗨火山。穿过这一条布满树叶藤蔓的、画满了壁画彩色的、宁静的、凉快的树叶长廊，我想要去前面，去码头，去湖边。看这个景色多么漂亮！这两个小姐姐跟我住同一个酒店的，刚刚问人家他们今天要干啥，所以呢，我现在大概知道信息了。来这边的人，基本就是来湖边放松，或者是做冥想、瑜伽，就是修行之类的。如果你要待时间久一点，1个月、半个月，或者是来这边学西班牙语。剩下呢，比如说游客，你在安提瓜爬了火山之后，就来这边休息放松。然后他们两个也就是来这边待个4、5天。这边不是一整个湖吗？旁边就会有一些小村落。一些玛雅人村落，那有一些改造的比较游客了，就可以有一些什么咖啡啊，一些外国人那边定居之类的，你就可以买一些什么手工艺品之类的。那我现在在这个叫做 San Marco， 它没有那么的游客，因为他说他昨天去了一个叫做San Juan的地方，很漂亮，很多那个彩色小房子，但是非常非常的游客。所以我现在打算就是先把这个 San Marco 逛一逛，因为昨天才刚到，还完全没有逛。然后下午看看要不要坐个船去到隔壁的这些San Antonio、San Juan这些小镇看一看。然后在湖这边的玛雅人这一些村庄的他们的语言跟在北边呢，七七那边的玛雅人的语言不一样，所以他们是用西班牙语交流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母语那个玛雅语是不太一样的，就有分支。而他们的衣服上面的那些刺绣都是代表他们的村庄的文化。下船了，现在来到圣湖湾散换。哇，今天天气非常不错，看这水好清，有人在那边游泳，看来是。然后这边听这个音乐，这边商业程度是比我那个 San Marco 更多一点，而且更大一点。你看这个排场，这个面积就大很多。
给你看这里艺术家画的画，这个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不是玛雅女士吗？但它是立体的，你从侧面看，像一个牙膏一样的那种。哇，这个颜色好美啊！下面这些就是玛雅人做衣服、做布的场景了。这个挺好看的，可以买一块回家放在墙上。其实这个画廊里面我最喜欢是这一幅，这一幅非常有劳动人民欣欣向荣的感觉，就是那种团结凝聚力跟家庭和睦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种画。看这个篮球场都这么的彩，看这个壁画。在拉美这边真的是把颜色运用到了极致。我会觉得说，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有很多壁画，会给城市增加一种趣味色彩。虽然这个我觉得要求比较高，毕竟这个颜色搭配啊，跟你这些画的这个东西是要统一的。但是这里你看这个色彩搭配，配上远处的这个火山，还有上面这个蓝天，进来一家衣服店，这家店东西他自己做，因为刚刚这个姐姐她就在这边织布。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传统衣服，我打算试一下他们这个。第一件是玫红加黄加橘，后面是有流苏的，哇，它的面料超级的舒服，非常的软。然后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嘛，刚刚在外面可以看得到配我这个小花项链好好看。我这项链已经上了，在小红书是在小红书店铺，在抖音的话是在橱窗，在 B 站的话你就可以去那个绿橙色晚件阿坚的店。怎么样？这是第一件，来，这个是第二件。我刚刚问了，他说这个流苏你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后面，这是放在前面的。我觉得放后面好看一点，放前面感觉上半身有点长了。OK， 第三件是一个白色的深 V 短 top， 下面这个流苏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这个小裙边一样，后面看是这样的。我又拿了一件，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太凉快，我高一的整一件真的非常舒服，这不是纯棉的吗？但是非常凉快。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穿上去非常 fresco， 感觉有个空调在我身上。他说因为这个布啊，它不是在那边一直去那个织，一直织嘛，然后就会让它中间看产生缝隙。然后做的时候，你看这些，他们这个编织的时候是有空隙的，你看，所以空气就可以进来，就会让你变得非常的 fresco， 空气在流通，所以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热。虽然看起来面料很大，但是一点都不热。这个角落是展示他们这个布怎么染色，怎么制作，很不错哦。这家店真的很不错耶，好喜欢哦。好专业哦！这个店你看卖衣服，他们就有标记，除了是这个价格外，还有这个名字，因为他们这是一个25个人的玛雅女人的一个社区一个组织，他们就会做这些衣服，他们是手工做的，然后就会标记他们这些人谁做的。你看这两个名字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买这些东西也是在支持这边的玛雅阿姨创业。在地图上看到了一个文化交流协会，你看这地图包带到哪里来了？来到别人村子里家里面来了，这什么地方？交流文化协会，我来了。我刚问了一个村民，他说确实是往这方向走，没错。这狗怎么长得这么囧？我预感是这个真的是这个是的，到了，就是这家店，这是文化中心了。好啦，有点小失望，因为这边卖的东西跟外面镇上街上卖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边的价格比外面还要贵，所以呢，大家一般来这边就是参加那个，工作室做东西，要么可以做1个小时、或3个小时、或4个小时。我觉得做东西这个还蛮划算，因为你做东西，你做完之后东西还可以带走。他推荐做4个小时，4小时才250块，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别叫啦。可以做一个60乘60的一个布，因为这个布你在街上买都要100-200块，然后你250块你可以做这个布，还是你自己设计、自己手工做的我觉得这个挺划算的。不然的话，你单独来这买衣服的话，还不如在外面买。坐上了咖啡，看上小景，同志们，干杯一下！当当，4点了，回来码头准备坐船回到 San Marcos。这几天在湖边生活真的是太糗啦！Take away my eyes, take away my ears, take it all away from me. Take away my arms, take away my knees, you can blame it all on me. Take away my heart, take away my soul, take it all away from me. Take away my dreams, take away my goals, you can blame it all on me. I'm a mess and I will always be. Do you wanna stick around and see me drown? Fuck, I'm about to lose it all. I'm a drunk and I will always be begging, baby, take my hand before I fall back down. Fuck, I'm about to lose it all. Oh, baby, won't you come back for me? Won't you come back for me? Oh, baby,
away my shirt, take away my shoes, take it all away from me. Take away my guilt, take away my shame, you can blame it all on me. Take away my love, take away my hate, take it all away from me. Take away my fears, take away my faith, you can blame it all on me. I'm a mess and I will always be. Do you wanna stick around and see me drown? Fuck, I'm about to lose it all. I'm a drunk and I will always be begging, baby, take my hand before I fall back down.